你们爱吃鸭子吗？中国人和法国人都很爱吃鸭子，因此两国都有很多种料理方法。不是我偏心，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在吃鸭子这件事情上还是略胜一筹。毕竟咱们有烤鸭、酱鸭、卤鸭、张茶鸭、八宝鸭以及各式鸭货，鸭脖子、鸭翅膀、鸭掌、鸭胗都有无数吃法。当然，作为 UP 主，在美食上我们一贯是本着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思想，所以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法国的名鸭。油封鸭在法餐里的名气和重要性，大约可以类比咱们的北京烤鸭。作为法餐里的传统经典菜，油封鸭的历史非常悠久，它起源于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地区，那里比邻西班牙，靠近海岸线，河流密布，是一个物产很丰富的地方。通常这种地方都会有美食。油封其实最早是一种保藏方法，把熟透的肉类、禽类，甚至一些根茎类蔬菜，用动物油脂完全包裹起来，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减缓腐败。所以除了油封鸭，也可以油封鸡、猪、牛、胡萝卜、土豆等等。气温如果不高的话，保存时间甚至可以长达几个月。咱们国家西南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云南那边就有油底肉，也是用猪油把猪肉炸熟，再放在油里保存。虽然现代已经不再用这种方式来保藏食物了，但是因为油是一种传热非常均匀的介质，低温烹调又很好的保留了食物的风味，所以油封依然作为一种很巧妙的烹饪技巧流传下来。好，现在来分享一下油封鸭的做法。我们上次已经分过鸡，那我们现在来分鸭子，其实做法完全都是一样的。这只鸭子呢，挺肥的，我觉得它是一只缺乏锻炼的鸭子，因为可以看到它的脂肪其实非常多，说明它这个生前运动的很少，皮下脂肪很多。这边把它脖子先拿掉，这个脂肪呢，我们要直接这样扒下来。既然这次要做油封鸭，那么这个脂肪我们等下来也可以把它这个鸭油炸出来。还记得我们上次怎么分鸡的吗？我们同样一样画葫芦，我对这个鸭子的体脂率有点担心，它真的太肥了，你看，妈呀，这么多肥油！好，现在看一看我们刚才分下来的这个鸭子的各个部位啊，翅膀、鸭胸、两只鸭腿跟剩下的骨架。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共提下来多少肥油，但是这些脂肪都不会浪费，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些脂肪来炸一个鸭油，然后这个油就会用来封我们的鸭腿。卸下来的鸭腿呢，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脂肪，这些脂肪我们应该要把它剔除掉，生前一定没有好好运动。好，这样就差不多了。这只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肥油都给它切掉。好，这样鸭腿就处理的差不多了。好，现在开火，我们来熬个鸭油，火开到中火，把这个所有的刚才提下来的鸭子的肥油全部都放进去，然后我准备加一些姜片给它去个腥，我来加一撮撮盐，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一下它的水分蒸发。才几分钟就已经炸出了这么多油，建议看一看有多少油已经被炸出来了。好，关火，我们来过滤一下鸭子油。多少毫升的鸭油？将近350毫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腌鸭子所需要的材料。这边是我们刚才卸下来的2只鸭腿，白糖、食盐、大蒜、黑胡椒，还有橙子。我们这个橙子只需要皮。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4种香料。还记得我们这4种香料分别叫什么吗？如果不记得的话，回去复习一下我们之前香草那期视频。迷迭香、百里香、鼠尾草跟香叶。大蒜呢，我们就随便切成这样的蒜粒就好了。这个橙子呢，我们也需要它的皮。把刚才的橙子皮加进去，然后之前准备好的香料也加进去，20克白糖，差不多40克的盐，盐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们最后是要把多余的盐给冲洗掉。大蒜、黑胡椒，我们给它抓拌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腌鸭腿的腌料，拌好的腌料均匀的撒上去，就抹它就完了。其实加了这么多糖跟盐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让鸭子里面自己的这个水分能够吸出来。玛莎应该这不能叫玛莎鸡，应该叫玛莎鸭吗？鸭皮朝下，我们盖一层保鲜膜吧。这些盐最后我们都会用水冲洗掉的，就找一个平底的盘子，因为我们需要鸭腿是平整的。那我们上面还要放一些重物，别问我从哪儿搞来这些石头。美食博主家不是应该什么都要有吗？美食博主家现在什么都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腌24个小时。面前的这2只鸭腿呢，我们已经腌了24个小时了，表面多余的盐分呢也已经用流水冲洗掉了。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鸭肉已经变得更加紧实了，那是因为我们用腌料跟石头还给这个鸭腿制造了一个物理和化学的双重高压环境，使鸭肉细胞里面的多余水分渗出。这一次我们还准备做一个实验来测试一下不同烹饪方法对于油封鸭味道的影响。传统上来讲，油封鸭呢一般是用低温烤箱的方法来烹调的，一般的温度呢是在75摄氏度到135摄氏度之间。我们这次取一个中间值，是用105度，然后我们要烤2个小时。那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就要用sous vide，其实用的就是低温慢煮，准备用大概70摄氏度，然后16个小时来烹调一下。面前呢，除了鸭腿以外，还有几种香料。我们在腌制过程当中呢，已经就用到了百里香、迷迭香、陈皮，是橙子的皮啊，不是新会的陈皮，然后大蒜跟一些鼠尾草，再给它加一些香料，让它的味道再浓郁一些。找一个刚好能放进这一只鸭腿的就可以了。我们放一点香料进来。这个迷迭香呢，我已经把它的茎拿掉了，只留下一些叶子，再放一个鼠尾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之前已经炼好的鸭油加进来。注意这个鸭油呢，你要确保它一定可以完全没过这只鸭腿。其实这个鸭油它起到2个作用，一个作用呢就是给鸭子增加一层比较浓郁的风味，另一个呢就是很好的并且非常稳定均匀的传热的介质。不知道大家对我们之前香草那期视频有没有印象？就是鼠尾草也好，百里香也好，还有迷迭香也好，它们的香味物质其实都是油溶性的。鸭油会帮助这几个香草把它的香味物质更好的渗透到鸭肉里面去。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烤箱。那一只鸭腿已经进烤箱了，我们现在来准备这个sous vide的这只鸭腿。我们这边有一个低温慢煮的一个袋子，如果你没有这种袋子呢，用稍微耐高温一点的保鲜袋，塑胶条封口的也可以。那我们就把这个鸭腿丢进去，这些香料刚才也放了的大蒜，然后橙子皮、迷迭香，还有我们的鼠尾草。这个鼠尾草特别，它已经开花了，有这种特别漂亮的紫色的小花。我们还剩一点点鸭油，可以把它倒进去。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我的鸭子要是没有那么多油该怎么办？其实这个菜呢，你没有鸭油，我觉得用橄榄油甚至一般的食用油都是可以的。其实它最主要的风味来源还是它本身的鸭肉的香气，以及你给它加的香料或香草的香气。我们给它稍微的混合一下，让这个鸭肉都能够接触到油以及这些香料，那这样就可以了。袋子里面一起挤压掉一些多余的空气。我们面前的这一套装置呢，就是低温慢煮，英文叫做sous vide。那我们现在这边有慢煮棒、水槽和水。低温慢煮顾名思义呢，就是用比较低的温度跟比较长的时间，慢慢的把食物做熟。这个过程比起传统烹饪方式来说呢，相对比较温和，不会像传统的煎或者烤那样，让蛋白质迅速变性，然后变形收缩，水分的丧失就很快。那我们这边设置的温度呢是158。华氏摄氏大概是70度左右，不要被它这个数字所吓到。禽类的温度呢，我们一般是从60到70度不等。今天的这个油封鸭腿的温度呢，我准备用70摄氏度16个小时，温度呢已经差不多到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鸭腿放进去了。放进去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尽可能让空气挤压出来。当然我们这个已经抽真空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找一个小夹子，把它固定在这个水槽上，然后为了使温度呢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弄一个锡箔纸，然后把这个水槽盖起来，这样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们这2个用不同烹饪方式做的鸭腿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在烤箱里烤了2个小时的鸭腿，这个是用低温慢煮16个小时的鸭腿。拿鸭腿的时候，其实你要特别小心，它已经可能比较软嫩了，所以你拿的时候你要尽量保证你能够很好的着力，然后不至于让它骨肉分离。油封鸭其实在法国来说也是常见于冬天的一道菜，因为冬天第一比较容易保存，第二呢，冬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节，那么大家就会经常把油封鸭作为一个大菜，要么单独吃它，要么呢就是把它加到跟其他的一些炖菜里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味来源。那么我们把另一个鸭腿也拿出来，
你已经可以闻到非常强烈的香草的气味，还有柑橘的气味。这只鸭腿是用传统烹饪方式在烤箱里面烤的鸭腿，你会感觉到它的肉质稍微的硬一些。这个是用低温慢煮棒烤出来，明显摸到它的肉质会软嫩一些。那么我们如果翻过来看看鸭皮的状态啊，这个鸭皮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挺漂亮的。那么看一下这一只啊，也很不错。明显这只低温慢煮的会肉质要更软嫩一些，把总体来说，油封鸭腿的肉质都不会是那种非常细嫩型的，它会有一点点的咬劲，然后肉应该是一丝一丝的。大部分时候油封鸭腿呢就是保存在鸭油里面的。怎么来吃这个鸭腿呢？其实有很多种方式，就像刚才说的，你可以单独把这个鸭腿作为一个主菜，然后把它用油煎一下，或者烤箱烤一烤，甚至用空气炸锅都没有问题。法国西南部呢就有一道很著名的炖菜叫卡苏雷，里面就用到了油封鸭腿。其实吃法真的是很多，你可以把这个肉一丝一丝的撕下来以后，可以搭配沙拉，甚至于拿来做意面，其实都可以。它其实好像一道咱们的火腿，或者是一个过年时期吃的腌腊制品，其实是一样的。油封鸭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油腻的食物，我觉得清爽的沙拉比较适合一些。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沙拉所需要的原材料。我有准备这个彩色的小的樱桃番茄，英文叫做 heirloom tomatoes， 祖传番茄吗？连番茄都是祖传的，有点神奇。这个番茄我觉得特别漂亮，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最漂亮的是这个青色的，看起来像个蹄子一样。还有就是2个小萝卜，你如果没有这些材料也完全没有关系，你可以换成任何一种就是比较硬质、比较酸甜一点的蔬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苹果、西芹、胡萝卜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上次红酒炖牛肉剩下来的一点点的茴香的球茎，那我觉得把它擦成丝放在沙拉里也很不错，因为它有很清脆的口感。今天我们还会用到一点点橙汁，特别选用了这个雪橙、蜂蜜、橄榄油、一点点海盐、黑胡椒，就非常的容易。我们现在从处理蔬菜开始。如果你没有擦丝器呢，就用刀切就好了。小萝卜这个头呢比较圆的呢，我建议你可以先把它切一点点下来，切平。然后呢，用擦皮或者是擦片器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东西用不好就很容易变成血滴子。尽量用你的手指是跟这个刀的刃呢是平行的，这样会比较安全。大概是1.5到2毫米左右吧，我觉得这个片挺好的。它的这个纤维呢，其实是这样垂直生长的。如果你不想吃到这么长的纤维，可你在吃的时候可能嚼不断的话呢，你就尽量是垂直它的纤维的生长方向来擦。好，这样的细丝我觉得就挺好的。擦好了这些蔬菜丝呢，你不要着急的把它马上来用，我们在冰水里给它浸泡一下，这样的话呢，蔬菜丝它可以保持非常爽脆的口感。这个小番茄呢，我喜欢把它切开来，因为它切面其实很漂亮的。我们切几个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留几个，等一下做一个漂亮的摆盘。哇，这里面颜色非常漂亮。我们准备要一点点它的这个陈皮丝，然后呢，我们还想要一点它的橙汁，直接把这个橙子的橙汁给挤出来。如果你没有这种雪橙呢，那你就用就是普通的橙子也没有问题。柑橘类是很适合搭配这种比较肥腻的禽类的。我们来加一些橄榄油，大概1茶匙左右就可以了。撒上一小撮盐，再挤一点点蜂蜜。很容易啊，如果你没有橙汁呢，用一点点柠檬汁其实也没问题的。擦一点点的皮屑，注意擦的时候呢，也不要擦到白的瓤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刚才浸泡在冰水里面的这些蔬菜呢拿出来，然后用厨房纸稍微给它吸干一下水分。这个时候我建议呢，先不要把沙拉就现在放进沙拉酱汁里，现在来处理一下鸭腿。处理鸭腿之前呢，我建议先把上腿骨啊这根骨头拿出来，我们尽量保持鸭肉的完整。拿出来的好处呢，就是你吃的时候，你等下用刀切会比较方便嘛。稍微注意一下，你不要破坏这个鸭皮的完整性。最重要的是找到关节，对吧？尽量等这个鸭腿是凉下来的时候取啊。如果是它比较热的时候取的话，你这个肉是很容易把它弄烂的。其实从骨头的颜色，你可以大概能看出来。用传统的烤箱方法呢，做出来骨头颜色会更深一些，然后骨头会黑一些。那这个骨头会比较红一些，就是它烹饪过程当中蛋白质的变性啊。这个传统方法还是更剧烈一些，这个可能还是温和一些。所以呢，我猜想这个用低温慢煮方式所处理的鸭腿，可能它的肉质还是会软嫩很多。那你可以选择用油煎，或者是你可以放在烤箱里，甚至空气炸锅都行。那我们就用最传统的方法，用油来煎，把它煎香。
最好推荐用不粘锅啊，因为我觉得新手操作的时候，可能你用一般的平底锅很容易把皮给搞坏。注意火不要太大，尽量把皮保持完整啊。色拉油，或者是用你之前用风鸭子所剩的鸭油。这个时候锅已经可能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鸭皮放下去。重度黄油爱好者可能在这个时候还会要加进去黄油，当然黄油会帮助它的上色会更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鸭皮，我们要的颜色啊是已经这样比较金黄，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很好了。一定要保证鸭肉的完整啊！我们用厨房纸呢，把表面的这些多余的油分吸一下。可以完成最后的摆盘了。那刚才准备好的沙拉还记得吗？你切好的茴香丝，然后跟这个小圆萝卜片，我们简单的给它抓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来摆盘。好，你中间用个小模具吧，抓一点点沙拉进来到这个里面，把这个模具拿开，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鸭腿找个漂亮的角度放上去。旁边呢，我们可以用几个漂亮的小番茄点缀一下。一般呢，我们用这个单数，保持盘子的面是非常干净的。好喽，油封鸭完成。酸甜咸香，油脆爽。形容词也太多了。